我师父曾经跟我说过，有一种叫摄心的幻音术，跟我之前所谈的醉生梦死很像，只是我的那个法术是让人精神暂时迟钝，而摄心会让人长期陷入昏睡当中，是极其阴邪之术。你们是秦家找来对付我的吗？我们不是秦家的人，但你为何要在秦声中暗藏法术，使陈州百姓昏睡？昏睡？我并没有用任何法术。可是梦里已经试探过了，就是你用这摄人心魄的法术的。我不懂什么摄人心魄，我在此服气，只希望他一人可以听到。他是谁？还请姑娘明言。他是我相公，他就在千佛庙内。不会吧？你相公都出家当和尚了，你还这么不甘心的死缠烂打？我相公已经离世，秦家将他的灵柩停放在内超度，我只不过是想见他一面，别无所求。我们都见过你的实力，你打那么多家丁都没问题，进一个庙应该没什么难的吧？秦家定是请了高僧现人施法，我根本无法靠近，我只能每日在此服气，哪怕他也再也无法听到。难怪你的琴声这么哀怨，原来是跟相爱之人阴阳两隔。什么是相爱啊？这个很难解释的，你先别问。我名唤秦姬，曾因为仰慕高人侠士而闯荡江湖，直到后来我遇到了我的相公秦毅，我便舍弃江湖，嫁与他为妻。这音律便是他教给我的，我们那时候在一起钻研曲谱，那段时光是我这一生最快乐的时候。可是姑娘，你既然那么爱你的相公，为什么会离开他多年？秦毅是秦家的独子，但先天体弱多病，他父母又相信巫术算命，觉得是我寡命，会克死相公。你离开他，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真心。我也是为了救他的性命。我知道他恪守孝道，所以我才留书出走，去寻找神医仙药。只不过是这一走，便是4年。可是有的时候，一次离别，便是永别了。林莎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活着等你回来的。这个拿着，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。我太能理解你想救亲人性命的心情了，我相信他说的话。天河梦里，我们一定得帮帮他。我也相信。可是他的琴音里有摄心术。哎，秦姬姐姐可不是什么妖魔，她虽无妖气，却是受妖邪控制。慕容少侠，我也探查过，秦姬没有被控制，只是心愿未了，是个可怜之人。既然是人，为何将邪术暗藏琴音之中？还不速速破解，还陈州百姓安宁？那昏睡症真的和我没有关系？那姑娘，便跟在下走一趟吧。哎，冰块莲，你别逼我揍你啊！今天你不可能带走秦姬姐姐的。要不还是等弄清楚了再说吧。你们还想让陈州昏睡多少人？对不住了。
这是幻影劫掠里的千华连环阵。千姬，我们帮你了却心愿。相公，你如何能进来？你是秦毅的表妹？自你离开之后，我就不是他的表妹了，我是他的妾室。你从小就仰慕于他，想不到，终究还是嫁给了他。那是因为你在他病重之时离他而去，我是为了冲喜才嫁入秦家的。我也终于能守在相公身边，直到相公病逝，我都只是他的妾。此处应该便是真言了。我今日来，不是争夺名分的，我只是为了来见他一面。相公生时，是我日日夜夜为他熬药穿衣，可你呢？你怎么就能那么任性的把他抛下去云游四海？我并非云游，我是为了寻找神医仙药救他，但是我没想到他竟然那么快就……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若不是因为你，他也不会因为伤心过度而早早离去。我说什么都不会让你见他的。既然人已离世，你让他见一面，又有何妨？子英说的对，秦姬姐姐才是秦毅的正房妻室呢，又情深意重的怎么就不能见了？他现在知道相公对他情深意重了，可若不是因为他，相公或许还能活着，他有何颜面见相公？妹妹说的是，乔枕惨兮，秦倾烂兮，因为王此谁与独担？今生是我秦姬愧对于他，那来世我再陪伴于相公。秦姬，你果然不知，其实你已经死了。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已是亡灵，又何谈寻死？我想起来了，有一天，我收到了秦家的书信，说相公因病身亡。莫非你是因为收到了我寄去的信函，才急火攻心，悲痛而亡？秦姬姐姐，怎么可能会是亡灵啊？你们确定吗？蛇心一术，由心念起，亦由心念而终。应该是你对你的亡夫借由秦集结成了秦灵，感染了听取之人，才导致陈州百姓昏睡。只有帮秦姬化解心中执念，才能让昏睡之人醒来。那为什么那么多人
都听过了，有的人昏睡，有的人却没有。人这一世，唯有情字最伤人。心中越有情，就越容易被信念所缚。那些昏睡之人，大概也跟秦姬一样，都是为情所困的可怜之人。秦姬姐姐，那你在世的亲人得多难过呀！我在世上的亲人，只有相公这一人。活着的时候，我离开了他；现在死了，我也可以好好守着他了。妹妹，我求你了，你让我再见相公一面吧。只有如此，才能化解秦音所致的昏睡症。生前是我自以为是的离开，没能救得了他；死后，我更不能害了陈州百姓。罢了，终究还是活着的人重要。相公，我回来了，我们终于可以一起不分生死离别的琴瑟和弦了。细雨飘，清风摇，凭借知心伴情长。好雪落，黄河浊，任由它绝情心伤。放下吧，手中剑，我情愿换回了心底倾诉铭记。为何要其实我下山是想弄清楚我爹的事情。对我的深情，怎能用只字片语写得尽？爹娘，吃饭了，女儿先开动啦！不贪求一个缘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活着等你回来的。姐姐，我现在已经不是孤身一人，很快我就回去了。我不是我爹娘的亲生女儿。就算爹求你了，他的事在爹娘身边不好吗？我害怕曾经要杀我的人会加害于他，只有我解开谜团，才可以保证他们的安全。蛇蝎一书，
由心念起，亦由心念而终。心中越有情，就越容易被信念所缚。人之一世，唯有情字最伤人。今生是我倾尽愧对于他，来世我再陪伴你相遇。姐姐，我会将这把琴与相公合葬。琴姬姐姐的事，让我想到了好多。其实有很多的心事、心绪，都是难以言表的。其实，家里长辈相继去世之后，我就跟我堂姐相依为命了。她就像母亲一样对我无微不至的。可是，她现在求我病榻，我出来闯荡江湖的目的呢，跟亲戚姐姐是一样的。林莎，原来你是为了要找救你堂姐的丹药啊！她的命比我的更重要。可是，我今天看到亲戚姐姐跟她相公，我就很害怕，我就怕我回家的时候，堂姐她就……如果你陪在她身边，你就会没有担忧和痛苦吗？我没有办法看到她离开我。所以啊，每个人都在为了自己所爱之人尽力。你在为了他的改变宿命而尽力，而他为了你也在尽力的活着。我好像明白什么是爱了。爱一个人，就是这个人比自己的命还要重要。如果失去了他，就会生不如死，就像我爹失去了我娘，琴姬姐姐失去了她的夫君，对吗？所以人这一辈子最幸福的，莫过于找到自己所爱之人，一直在一起，永不分离。那你现在找到这样一个人了吗？那我们三个就永远在一起，永远不分离，那我们就很幸福了。哎，如果这个时候能再吃上一碗林莎做的白枣银杏粥，那就更幸福了。哎呀，这个时候说什么白枣银杏粥啊？我就想喝嘛。我们在聊其他的呢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北柯大人，秦陵幻灭了，现下该如何是好？如今陈州还有多少昏睡之人？3000有余。3000。温阳，你可还想要风邪这最后一丝元神？大人，你不是已经把风邪的紫金石毁了吗？我毁的也自然留的，待事成之后，它就是你的了。文瑶就是舍命也会完成。师叔，弟子已查明，陈州昏睡之人全未苏醒。姜是何时昏睡的？听家奴说，昨夜子时。
什么？还有这么多人继续昏睡？难道是我错了？郑杰并不在秦姬那儿。或许有人利用了秦灵。我在秦中发现了一样东西，这个珠子我从未见过，你可否试探？这不就是一颗黑乎乎的珠子吗？有什么特别的吗？如果江氏昏睡，这个又是从秦姬那把琴里找到的，定有玄机。希望我做的这个白枣银杏粥，跟天和他爹的味道差不多吧。我能为你做的也只有这些了。怎么又困又累的？这里面好像有字，是螭吻。螭吻？你确定这是螭吻？我爹有一位友人在赤江，曾赠予我爹一个赤江器物，上面就篆刻着螭吻，可惜我看不懂。赤江附近是蜀山派，他们也有弟子镇守在极仙院，我这就去请教。哎，怎样？林莎她最懂这些古玩之类的东西了，或许她能知道。怎么不见韩姑娘？她今天一大早起来就神神秘秘的，还不让我去打扰她。她应该在后厨做白枣银杏粥，想给你个惊喜。真的假的？哎，不过做一碗粥要这么久吗？林莎，他这是又晕倒了，还是昏睡症啊？是昏睡症。现在带回客房。灵莎与我们不同，她心中牵绊情愫越重，就越容易被侵染。我要是早知道她心里藏着这么多事，我就不会让她陪我去琼华了。我肯定先帮她家人去找丹药。我不管她是人是妖，我就算把这陈州翻个遍也要找到他，把昏睡症给解了。如果这昏睡症一时三刻解决不了呢？那就1年2年，10年20年，直到林莎和陈州的百姓能苏醒为止。林莎现在如何？林莎目前跟其他昏睡病患是一样的。子英，你是不是解开螭吻了？处着说。蜀山派的道真师叔现在就在陈州，他辈分高阶，又懂持医，定能解开此珠中的螭吻。他现在在哪儿？我们去找他。我也请蜀山弟子传话于他，在千佛庙见面，与我们一同查看千佛庙中是否还有与赤江有关的线索。梦离，你在这儿守着林莎，我和子英去千佛庙。好。林莎，你醒了啊？原来你不是昏睡症啊！我就是这几日太累了，所以晕倒了。林莎，你真的只是晕倒吗？
但是你的症状和昏睡症是一样的，就是睡得比较沉。我现在不是好好的。你没事就好。可昨天夜里起，江氏和其他人又相继昏睡，我们得现在尽快想办法解决这件事情。那你们可想到办法了？子英在那个秦姬的剑匣里面发现了一个刻有螭纹的黑色珠子。你起来之前，我和子英正准备去找那个黑色珠子的线索呢。不能光查珠子，得查秦姬之前的行踪。不如我们兵分两路，慕容少侠和梦离去查珠子，我就跟这个野小子去查秦姬的行踪。有问题？丽莎，你之前不会叫子英慕容少侠的，你最多就会叫他冰块脸，偶尔会叫一下小前辈什么的。我跟着梦离叫的，这不是有求于人，自然得恭敬些。可是你也不会跟云公子叫野小子啊。一个刚刚晕倒之人，脑子自然混乱一些。韩姑娘，你当真无事？没事。难道你不信？冰块脸。好了，林莎她就是刚睡醒，脑子还有点懵嘛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走吧。云天河，闻觉素质，百事通灵。记住这句法诀：幕后元凶，绝非等闲之辈。万一遭遇危险，就用我送你的剑鞘，念句还我，我会立刻出现。放心吧，韩姑娘，照顾好自己。走。慕容少侠，梦里感知到你有问题要单独问我，是关于教授我幻音劫掠的那个师傅吗？那把碧玉箜篌，也是他赠予你的吧？那年师傅来寿阳找我，与我说命里和我有一段师徒缘，便细心教授我幻音术，只是我对他不太了解，也不知道他叫什么。他名为素身，是我的第一个师傅。那日你所弹的《魂梦魅曲》，便是素身师傅自创之术。他也是琼华弟子，可还在琼华。早在10年前，他便离开了琼华，我与他再未曾相见。这段渊源，还是你我知道就好。慕容少侠放心，梦离明白。还有一事，灵莎醒来以后，我觉得有点怪，可是我又不知道怪在哪儿。我已教云天河法咒，应该能应急。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久闻大名，今日道真终于得见。子英感谢道真前辈能来相见。这位是梦离姑娘。你我虽在不同门派，但也无需前辈互称。子英寻道真前来所为何事？但讲无妨。近日，我追查到陈州百姓昏睡一事，与此珠有关。珠内刻有螭纹，不知道真兄能否识得？哎，在这边，你看那个升平客栈，那个就是秦姬每次回陈州住的客栈。还有这条街，这条街是通往千佛庙的必经之路。我们等会儿就顺着这条街，把各个店铺都查他一遍。为什么就在陈州呢？不如我们出陈州看看，说不定秦姬的珠子是从外面带来的。不可能，作祟之人的目的就是陈州，
肯定也是秦姬回到陈州之后，他们才把珠子放到他钱里的。而且我怀疑，他们现在还很有可能就在陈州。此珠甚为稀奇，乃念术法器。我在书上看到过，说赤江法师精通念术，念术骇人，念气多样，可为花草，可为虫蛇，甚至是石块篾片。这颗珠子便是念术法器，受术者被念语操控，念语是什么，他们便会遭遇什么。就如同这珠子中所刻的诗文：情随音动，神随珠来。这不是就是利用了秦姬的琴声，但是琴音已经化解。魂随珠来，说明昏睡者的元神也不在体内，会随珠而去。可我曾用灵力探查过，珠内并无特殊之处。但是元神会去哪儿呢？总不能凭空消散吧？只有一种解释，除非法器是一对乾坤珠。乾坤珠为双器，二者相通相连，施术者通过身上的乾珠便可操控身上有坤珠之人，而秦姬琴里的那颗珠子便是坤珠。道真兄，毁掉这颗珠子可否有用？不可，这便是那施术之人的高明之处。找不到乾珠，只毁掉坤珠也无济于事。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既然这念珠本来是存在于这琴中的，那一定是用琴声来催动此珠。若将此珠重新放入这琴中，我便可以抚琴，用幻音术引一人元神进去，也许就能查清前柱实情。我来进入其中，劳烦道真兄在外施法，辅助梦离姑娘。只要我的幻音术不停，便可以保持与珠内意志连通，元神会原路返回。只是以我的灵力控制幻音术，最多只有1个时辰。紫英兄，里面的情况尚未可知。若这1个时辰之内你要是回不来的话，恐怕你的元神将永远被困在琴中。1个时辰，我知晓了。引我入内吧。你觉得呢？可是，在陈州查了这么多天，婚事证还在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出城看看。不对，我们解开了秦姬姐姐的秦灵，那帮作祟之人肯定会想继续留在陈州使坏。这次我觉得我的判断不会有错的。你懂什么判断？要么出城，要么不去。那既然你这么坚持自己的想法，要不然我们找紫英前辈问问？对不住，我触景生情。那个婚事证更重要，听你的。眼下，我们只需彼此信任。师傅，师傅不在的时候有没有想师傅呀？想，只要师傅不在，我时刻都在想师傅。真乖，来玩吧。师傅，我能偷偷叫你一声娘吗？师傅别生气，紫英再也不提了，我一定能练好四方素脸。
娇娘。3位长老和素瑶师姐都很喜欢你，你留在这儿会对你的前途有益。可是这里却不适合我。师父，要跟你告别了，可能很长时间我都不能跟你再相见了。师父，我只有你一个亲人了，你为什么不带我一起走？因为我要带他走。你想跟我走吗？你不是一直把我当做你的娘亲吗？那就跟随娘亲走吧。